吸引力法则大家或多或少应该都听过，但是我相信能够通透地了解它的奥义，并且还可以正确自如地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的人却是凤毛麟角。首先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现在对吸引力法则的印象和理解还是停留在我要每天对着宇宙下订单，以及只要不断地在心里面想着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和想做成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心想事成，得偿所愿了，那我只能说你太天真了，可能是成功学的课听多了。这种对吸引力法则的扭曲的理解，到头来不仅不能帮助你获得这些世俗的成功，相反它还会害了你，让你失去与当下真实世界的链接，活在虚幻的想象当中，最后甚至还会患上精神绝症，越来越痛苦。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接下来咱们就把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吸引力法则，以及如何才能正确的使用吸引力法则给大家讲通透了。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仔细的聆听。首先我不否认吸引力法则当中的确是有讲到，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信念和言行来重设自己的潜意识，从而进一步再去改变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发生。但是如果抛开特定的前提以及重要条件而单独的去强调这一点，那就变成了成功学大师们在割韭菜的时候很喜欢使用的内容。因为这种简单粗暴的路径完美地契合了人性习惯里边的贪婪以及想要破格获取不劳而获的部分，所以这种歪曲的解读很容易就会产生大量的信徒和拥趸。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吸引力法则呢？首先我们需要从量子物理的层面进行一个切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一句话，科学的尽头是神学。我们先不去对这句话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是就目前来看，我们科学的尽头可以说就在量子力学，而量子力学与佛学之间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的交汇点。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世间万物都是由在某种特定频率下振动的能量波所组成的，而这里面最简单的波就叫做正弦波。一个正弦波只代表一个单一的信息。按照我们目前量子物理所能研究到的最小单位来看，形成正弦波最基本的成分是一种叫做夸克的微观粒子，这就是量子力学目前假设的构成物质的最小基本组成单元。为什么说假设呢？因为到这里其实还远远不是尽头，只是由于我们的科技所限，没有可以再继续往下探求的仪器了。而事实上，这个夸克的确还能够不断地再往下分，甚至还可以无限地分下去。那么可想而知，分到最小直至无法再分解的物质的时候，最后也只能管它叫做力。这不就是佛家所讲的空性吗？如果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充满了某种特定的振动频率模式，打个比方，焦虑这种负面的能量波，它的振动频率比如说是30千赫，而愉悦这种正面的能量波呢，可能是100千赫。当然了，我不知道实际的数字是什么，
我只是用一个虚拟的数字来给大家打个比方。那么在这种特定的模式之下，我们就会自动化的持续不断地产生出与之相对应的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起心动念。当我们对一个念开始执着的时候，就会产生能量波的叠加。在量子物理里边呢，这就叫做量子纠缠。在光学里边呢，我们管它叫做干涉。而这种自动化的起心动念的机制，就是佛家里所讲的业力。一旦产生了这种干涉和量子纠缠，这就具备了成像的可能性。而这些相就是佛家里所讲的色。那么暂时还没有干涉，没有量子纠缠，还没有成像的能量波的存在呢，就叫做空。一旦成像，这就叫做缘起。这个相一旦消失，我们就叫做缘灭。所以我们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量子物理和佛学其实都认为物质只是我们的意识所投射出来的影像，在佛家里称之为相由心生。说到这儿，我们以后千万不要再把这个相由心生里边的相理解为人的外貌长相了，其实它是泛指一切所有相。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里面会说凡所有相皆为虚妄。那现在我们再回到之前提过的潜意识层面，如果你的潜意识里充满了比如以愤怒和焦虑这种特定频率振动的消极而又负面的能量波，那么在这种特定的能量场域之下呢，你就会吸引到有着相同或者类似振动频率的事物，这些就是你心的缘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并不是善缘，它们也一定都是消极的、负面的，和你能量场域的振动频率所匹配的。但是假如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通过给它注入一定的以新的频率振动的能量，最后呢，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在潜意识层面的振动模式，那么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的内在能量场域得到了改变以后，就会逐渐的开始吸引到有着相同或者类似振动频率的新的事物的呈现和发生。这就是我们对潜意识的重塑。假如你的能量磁场足够强大，那么你在吸引同频能量的同时呢，还可以在无形之中不断地去影响和改变其他和你存在着某种链接的，或者说你所能辐射到的相对于你而言能量磁场强度比较弱的人或者事物的振动频率模式。也就是说，你在不断地把它们的振动频率同化为你的振动频率，并且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你也随时可能会被比你强大的能量场域的振动频率所同化。以上就是对吸引力法则的一个大概的诠释，的确是比较复杂和烧脑。事实上，我更倾向于把过于复杂的东西换成一些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方法还有逻辑，为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更方便地把修行落到实处。在后面我们讲到吸引力法则的具体应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修行方法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或者说是以它作为底层逻辑的。如果想要利用吸引力法则来重新设计我们的潜意识，进而再去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具体应该怎么做，或者说正确的操作方式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想法，也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对我们的影响其实远远要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著名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有一段名言：注意你所想的，因为它们会变成你嘴里的话；注意你所说的，因为它们会变成你的实际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因为它们会成为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因为它们会形成你的人格；注意你的人格，因为它们会影响你的命运。所以我们想的是什么，最终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段话听下来，是不是有一种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一个人的想法竟然真的可以最终决定他的命运，可怕不可怕？那么我们再聊回到吸引力法则。前面我们讲到了世间万物的本质，所有的源源聚合呢，其实都是一种能量振动的匹配。因为想要重塑我们的潜意识，改变我们的命运，首先就要先把我们的思考提升到有意识的能量维度上来。这句话有点悬，具体应该怎么理解它呢？我们的情绪本质上其实就是我们的念头经由身体而呈现出来的一种能量流动，而这些创造了我们身体里各种负面能量的念头，也就是我们的思考。其实它们就都是属于在能量层面的思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们最终都成功地转化成了震动的能量波。只不过可惜的是，这些思考都不是我们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它们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在无意识的、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就是所谓的在业力之下的自动化反应机制，这是长久以来的社会惯性，甚至有可能是你家族当中长久以来的遗传基因所导致的。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就明白了，所谓把我们的思考提升到有意识的能量的维度上来，意思很简单，就是要我们利用吸引力法则的基本原理，通过有意识的不断地进行某种特定的最终可以转化为能量的思考，来给我们的潜意识注入大量的以新的频率振动的积极的正向的能量，从而实现改变我们内在能量场域的振动模式，进而再去影响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所成的相。这就是所谓的离一切相，直接从投影源入手去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这也是我们经常听一些人一直在说的向宇宙发出订单的底层原理。因为当我们整个的能量场域发生变化以后呢，外界就会接收到这个新的振动频率的信号，从而新的同频的事物就会自动地和我们进行匹配。其实在很多修行体系当中都有使用到这个方法，比如寺院里的僧侣，还有虔诚诵经的藏民们，他们在用手里的这个念珠或者转经轮念诵梵语，也就是所谓的真言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使用这个方法。比如每拨动一颗珠子，就念诵一句我很快乐，我很喜悦，
并且与此同时还要同时发起同样的心念。他们深深地相信自己真的会快乐和喜悦，或者说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就处在快乐和喜悦的状态之下了，然后就这样不断地重复，日复一日。那么可想而知，他们的潜意识会被怎样的重新设定？他们的内在能量场域一定是快乐和喜悦这种特定的高频能量的振动频率。他们的内在会真的就变得十分的喜悦和平和，像怨恨、愤怒、抑郁、嫉妒、烦乱等等这些低频的负面的能量，你是很难在这些人的身上找到的。但是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有几个核心要素一定要注意，那就是简洁而又积极和正向的语言，并且要具象化，还要有心灵层面的感受。但是大多数的人并不明白这些，他们只是单纯地念出这个词或者那句话，并没有做到具象化，也没有注入感受。这样一来呢，就不会产生出正向而又积极的能量层面的思考，当然也就不会有新的能量波动产生，所以你眼前的乡野自然就不会改变。我还是再举一个咱们生活当中的例子吧，比如你一直都有晚上熬夜的坏习惯，无论你下了多少次决心，可是你就是改不了，晚上就是无法控制自己停止刷手机。那么怎样才可以利用吸引力法则，通过在我们的潜意识层面做一些功课来影响我们的行为轨迹呢？如果你又下了一个决心，反复地对自己说禁止熬夜，那么不用问，你肯定会再一次失败，因为这个短句并不符合潜意识重塑的几个核心要素。第一，它并不是积极正向的词语，像禁止、不要等等这种负面的带有否定意思的词语，是很难引导我们做出正向能量层面的思考，从而产生正向振动频率的能量波动的。相反，这些代表了负面和否定的词语，第一时间引导出的也同样都是负面而又消极的能量层面的思考，而这些无意识的思考会在无形之中创造出特定的与之相对应的振动频率的能量波，而这些能量不用怀疑也同样都是负面和消极的。所以根据吸引力法则，它们一定会吸引相同频率的事物和行为的发生。这就是为何在一个充满了负面能量、一直被父母否定的原生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基本上长大以后大概率都会成为父母一直以来所形容的那个很不好的样子的原因。所以同样的道理，作为父母，我们千万不要总是去担心孩子发生不好的事儿，比如得病、生意不好、发生意外和受别人欺负等等。如果你不仅担心，还总是对孩子说出来，那么你这不仅不是在爱你的孩子，你这其实是在诅咒他。你总是这样说，其实就是在给对方的潜意识里边强行注入了负的能量，这会影响对方的内在能量振频。按照吸引力法则，其实在无形之中呢，你增加了你所担心的这些事情在你的孩子身上发生的概率。所以
赶紧反思一下你的日常的这个思维方式和语言。好了，我们再回到下决心不熬夜这个例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禁止换成我可以。别小看这个简单的改动。首先，当我说我这个字儿的时候，我的心知道这指的是我本人。当我说可以这个词的时候，我的心知道我具有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的能力和选择权。而随之而来的思考呢，就是自己完成后面的正向而又积极的事情以后所能带给自己的各种好处以及成就感。这就是可以对于我的意义，那就是注入更加积极正面的高频能量，从而引导和触发相对应频率的积极正面的行动的发生。说完了禁止这个词的问题，我们再往下看熬夜这个词。很明显，它并不符合吸引力法则当中具象化这个标准。当你说不熬夜的时候，你的大脑困惑了，它在搜寻自己整个存储记忆里边关于熬夜的标准，是10点、11点还是12点以后才算是熬夜呢？这样的话，你很难在瞬间引导出一个强而有力的、正向的、可以转化为能量波动的思考。记住，当你要下决心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想要更深、更快地引导能量层面的思考，那么你所使用的语言就要越具象化越好。比如10点就比12点以前好使，做10个俯卧撑呢，比做1组俯卧撑好使。每天写2000字就比每天坚持写作要好。每口饭在嘴里边嚼20下就比细嚼慢咽要好，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驾驭大脑的心法和技巧。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熬夜换成11点睡觉，让晚上11点这个时间具象化、特殊化，给它注入你的感受。记住，你要让你的语言变成能量层面的思考，也就是你说我可以11点睡觉的时候，你会去想一个真正可以做主的我，有足够的能力和选择权去在11点这个特殊的时间，最好最完美的睡觉时间去睡觉。而这种思考呢，会引发出相同频率的情绪能量，也就是对想要去完成放下手机、躺在床上睡觉这件事情的欲望和冲动。所以当你在潜意识里设定好了我要在11点睡觉这个新的能量振动频率以后，那么以后每当快要到11点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吸引自己呈现出与这种能量振动相匹配的行为，那就是放下手机，躺在床上睡觉。于是我们就成功地通过重设我们的潜意识来影响和改变了我们在3维世界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轨迹。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个生活当中的小例子去感受信念的力量，而在信念的背后蕴藏着的其实都是积极而又正向的能量波动。从我们为自己的信念真正的注入感受那一刻开始，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就被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振动频率模式，而这些新的以特定频率振动的能量就会吸引到有类似振动频率的事物和行为的发生。最后我想再提一次著名的漫画家蔡志忠先生，你经常可以听到他在讲一句话，
我这辈子根本就不会得病。你别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是真的相信自己不会得病。结果你看他现在80多岁了，每天依然全然专注的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是他就真的几乎大病小病都没有的过。那么你从这里边有没有看到吸引力法则的影子呢？接下来我将与你探讨在吸引力法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呢，这也正是很多人对吸引力法则所存在的一个最大的误区所在。这个前提条件呢，就是2个字：行动。不以行动作为前提，而空谈吸引力法则，就像是抛开了事上练这个重要的环节去理解王阳明的心学一样，都会误入歧途。在吸引力法则的应用当中，有一个最基本的路径，那就是转念，然后改变内在能量场域的振动频率，接着改变当下的行动，最后影响结果。有没有注意到整个的路径当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改变当下的行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这个行动才是吸引力法则的核心所在，而并非最后的那个结果。这么说可能你不太理解，可能会问，难道不应该是结果最重要吗？错了，我在前面的视频内容里就多次讲到，凡夫为果，大部分的普通人都只会盯着结果，在意结果，时时刻刻执着于结果。他们想要的是最好能用最少的付出，甚至可以不付出就直接拿到结果。可是殊不知，任何你所执着的结果都早已经是集成的香，你住在香上，在香上做文章，到头来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并且徒增了痛苦和烦恼。打个比方，有些人这么去运用吸引力法则，他们觉得只要不断地在脑子里想着我要发财，我要变有钱，这样就可以向宇宙发出信号，然后呢，宇宙也一定会接收到他们的信号，随后就会给自己匹配相同的事物，于是自己就真的发财了。这就是典型的幻想结果型吸引力法则，或者干脆叫这种唯意淫式吸引力法则，因为他们直接把中间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真正可以让这个结果发生的积极而又正确的行动过程都给省略掉了。那为什么有人会故意这样教你呢？很简单，那是因为他们要把行动这一环悄悄地替换成他们想要让你做的事儿，仅此而已。你忽略掉了应该真正通过潜意识层面去重塑的部分，却一直盯着水里头的月亮，那个虚无缥缈的结果。那么放心，就一定会有人替你重塑，给你把缺的一环给补上。这就相当于是你把设定自己潜意识的权利交给了别人。你说可悲不可悲？这样扭曲的去理解和应用吸引力法则，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确也是在通过不断的有意识的思考，反复的给自己的潜意识注入渴望发财、渴望消费、渴望过有钱人的生活的这些感受。你的确是重新设定了自己的潜意识，
给自己的内在注入了新的振动频率的能量。只不过很可惜，这些并非积极而又正向的，并非符合良知的高频能量，它们其实都只是一些诸如贪婪、傲慢、执着、冷漠等等这些负面的低频的能量，而它们也只会吸引来有着相同或者类似能量频率的人或者事儿，还有你自身的行为，比如吸引来坑你、骗你或者割你韭菜的人，比如吸引来你的赌博、失去理智的高风险投资等等的行为，以及吸引来其他同样有着相同能量场域的贪婪、傲慢、执着、冷漠的人。而想要正确的运用吸引力法则去重塑你的内在能量频率，你首先就要区分清楚发财和变有钱，这只是一个会自然发生的结果，它们只是一个投影出来的像，而并非当下你应该去下功夫的那个投影源。应用吸引力法则的前提必须是把新的正向的能量注入到因上面，而不是果上面。如果弄反了，你不仅不会得偿所愿，还会更加的痛苦。因为在你不断地向外界发送出你的信号和订单以后，当你看到的结果不但不是你真的变有钱了，反而是你的负债越来越多，境况越来越糟糕的真实的当下，这会让你开始怀疑人生，最后直到崩溃。而当你一旦有了区分这些内容的智慧，可能首先你的改变就是不会再把你的功夫都花在任何的虚想上面了，你会真正的静下来，借用吸引力法则，把通过能量层面的思考和语言给自己注入的这些高频的能量，真正的应用到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切实能让自己提升的实修的行动上去。当你的身心和觉知都在一天天的提升，自然你会更加清楚如何把这些新的高频能量注入到自己的天命事业当中去。所谓的天命事业，也就是你自己很享受，并且也很擅长，同时还能够帮助到更多其他人，给其他人提供更多的价值的事情。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现自己突然间就变得有钱了。那个时候挣钱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不求便是求。其实忽略过程当中的付出和行动这部分的人，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因为骨子里想要走捷径、破格获取的这种习惯，这样掐头去尾的去理解吸引力法则，其实也是他们在习惯之下的自动化反应之一。简单、直接、不劳而获，那就是他们的底层逻辑。然而往往就是因为这样的习惯，才会导致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归因，一次又一次的见路就走，一次又一次的掉进大坑里面。不可否认，吸引力法则固然是很强大，并且真正掌握了吸引力法则的人，往往都可以主动的去改写自己的人生，仿佛开了挂一样。但是熟练自如的运用吸引力法则是有一定门槛的，一定是在你具有了很强的专注力、觉察力、定力也足够强大的前提下才可以。否则呢，
当你无法对当下一切真实的发生有所察觉，没有区分当下正在发生内容的智慧，随时都会让自己陷入到惯性当中，那么你在使用吸引力法则的时候就一定会跑偏，甚至还会走火入魔。你想发财，但结果往往是你要么被骗，要么误入歧途。你想减肥，但结果往往是要么吃减肥药，要么做手术抽脂，最后失去健康。你想出名，但是结果往往是自己被排挤，被边缘化等等等等。记住，吸引力法则的作用永远都只在因而非在果，目的是通过改变我们内部的能量振频而引导出正向而又积极的行动，从而去让我们努力地在当下种下善因，然后在未来随缘收到善果，而并非只是空谈空想，或者抛开良知的指引，肆意地向宇宙发送所谓的订单。其实我们的实修体系也就是以内观去化解我们在业力之下的自动化反应和负面情绪，去感受作为一个观察者的临在，从而不断地提炼我们的专注力和自由意志，同时每天修行正念，提炼自己的觉知力，并且每天还要进行冥想练习，以此来提升我们的定力，还有不断地在世上磨练知行合一，在各种经历和逆境当中去体验我们修行的成果，体悟智慧的增长。这个实修体系是我认为的最实际、最有效的在生活当中实修的路径。当然了，如果此刻你对我到目前为止所分享的内容已经有了比较清晰和透彻的掌握，那么希望吸引力法则可以给到你更多的力量和助力。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心想事成。你将从今天开始好运连连，幸福满满。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